眼前这辆2007年款的法拉利 F430是康纳接到的新项目，这次的车辆算是一个小事故，只损坏了1/4版面和保险杠，其余的地方都没有损伤。虽说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修复项目，但康纳是非常喜欢这样的活，不仅修复起来容易，还很赚钱。等车子被开进车库后，经过康纳的细心检查，发现车子灯的周围没有结构性损坏，就铝制的1/4面板需要更换，而且这次更换板面还不需要切割。这次你们不能说它是切割车了吧？康纳首先将车子架了起来，卸掉了后方两侧的轮胎，接着就是里面的挡泥板，这都是修复板面必备的步骤。也许看多了我的视频，你也会修复法拉利了。等将后面的保险杠也拆掉后，这时整个后端情况就暴露在眼前，看起来内部并没有受损。然后康纳就开始处理1/4面板，他要先卸掉下面的侧裙，然后用工具磨掉每一处锚点。对于这样的工作，康纳都是信手拈来，因为身为一个钣金大师的他，每天接到的都是修复钣金的活。而这次他没有采用角磨机切割，而是用的一个锥子的东西。这个工具很是稀奇，有明白的可以介绍下这个工具的原理。也许是换了新工具的原因，很快就将板面拿了下来。这时要更换的板面也准备好了，康纳先在接缝处打上专业的胶水，然后将其安装到车上，并用电钻在上面打好眼，拉上铆钉。接着康纳的老爹就开始了焊接工作。这次的焊接也非常的简单，就几处需要焊接的地方，焊接的面也很少。显然这次的修复要比预想的还要容易。接下来就是喷漆阶段，员工先对板面进行补腻子打磨处理，然后将车子开到了车库内。员工先把车子覆盖好，等上面被处理干净后，就给上面喷了一层灰色的底漆。等彻底风干后，又在上面来了一层红色的面漆。整个修复过程就喷漆是费时间的，因为每一遍漆都要等待风干后才能继续喷涂。一般像这样的修复都是一遍底漆、2遍面漆和1遍清漆组成，就这个喷漆就耗时了1天的时间。等车漆被喷好后，就被开到了原位。康纳检查了一番后，就开始了对车子的组装。他先把车门部件一一安装上去，在工作之余还不忘了给妻子打个视频，联络感情。这真是一个模范的好丈夫，不会因为工作的繁忙而忽略家人。在一边聊天一边工作下，车门就被装配完成。接着就是下面的侧裙，正要安装后保险杠的时候，发现车子的制动油瓶竟然漏了，这有可能是在事故的时候造成的。更换这个还是很简单的，只需要将里面的刹车油吸出来，然后更换上一个新的就可以了。接着换上2个崭新的尾灯，等候保险杠被安装上去后，本应该就修复完成了。没想到客户又拿来了一个尾翼，要给车子增加点氛围感。这个要求对于康纳来说也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在指定位置钻好孔位，将其安装上去就可以了。这不得不说，安装上尾翼的车子瞬间就高档了不少，更加的时髦了。接下来就是康纳给车子做大保健的环节，他对每一个修复好的车子都会赠送一次惊喜的项目，让车子从内到外都焕然一新。这时让我们来看一看这辆法拉利的风采。经过了大保健的维护后，车子就跟新车没啥区别，看的客户一直喊 very good。那么这时问题来了，你认为法拉利的哪款车型最漂亮呢？说出您的想法。